有请主持人赵川。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，来看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。阳春科技创始人张春伟张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严品红严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莎娜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陆琪老师，欢迎。来了解一下今天第一对的基本情况，请看。结婚前他对我百般照顾，结婚后什么都变了。我觉得他真的想太多了，总是翻来覆去的因为一些小事和我吵。我现在工作很忙，压力也很大，我希望他能多理解我。我很珍惜我们这段感情，但各种矛盾层出不穷，他一再回避不肯解释，我不知道到底该不该离婚。这是个难题，离婚还是不离？来，掌声请出这对夫妻。姚先生25岁，来自河北，私营业主；吴女士26岁，来自河北咨询室。有请吴女士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您现在犹豫要不要离婚是吧？是。小片我们也看到的就是觉得先生婚前婚后变化太大了，是吗？变化不是一般的大，确实很大。哦，哪有那么多变化啊？你想离婚吗？我好像没想好。看来对这个婚姻也有诸多的不满，是吧？差不多吧。差不多。行，我们听听妻子怎么说吧。她变化在哪儿了？在你看来？结婚之前吧，他就是对我挺好的。我们单位离我家开车来回需要3个多小时。每次上下班，甭管是刮风啊、下雨也好，他都会开车去接送我去。然后还有，因为他有我淘宝账号，他就经常就说看我喜欢什么东西，刚好是520过节日嘛，他直接就送了我一款花情。后来我问他，他说你不是你喜欢吗？后来结婚之后吧，我就感觉他把我追到手了，就特别不珍惜。一周大概是有3回到4回，凌晨才回来。我这个人睡眠质量不是特别好，我跟他说，你都回来那么晚了，你就拿一把钥匙吧，别每次都让我去给你开门。他倒好，每次一喝酒回来，杠在敲门，声音特别大。后来有一回，我又想治他的毛病嘛，就故意不给他开门。他倒好，就拿那个头直接把我们家防盗门的门把手给撞掉了。后来我问他，他说：“啊，谁让你不给我开门的？”我哪有那么厉害啊？我用头撞的铁，我头比铁还厉害呢。撞没撞门嘛？当时反正也记不太清怎么回事，可能就是开门之后关门的时候力气大了点，可能就那门撞墙上了，估计是。我不想着别的，就是想每天晚上回来了，也没人给说个话，回来也看不见个人，我不就想让你给我开个门吗？1次2次也就算了，你每次你都不拿钥匙，你知道我睡眠不是很好，为什么每次还要让我去给你开门啊？你先生说的核心是说，下班回来之后，我希望有个人陪我聊天。但是如果说1次2次也就算了，我陪陪你，那我不能每次都等到你凌晨3、4点吧，就为了陪你说会话。哪有每次凌晨3、4点啊？顶多也就12点多点。先生是希望妻子有陪伴，妻子说因为你回来的太晚，我还有工作陪伴不了，是吧？这是第一个变化。第二个变化呢？结婚之前他对我闺蜜特别友好，结婚之后就经常当着我闺蜜面就是骂人家，骂特别难听，让我别跟她一起玩，或者让我闺蜜直接就别来骚扰我了。因为她那个闺蜜经常没事啊，好去酒吧玩，我不想女孩没事老去那种地方玩什么呀，不学好。那年轻人去酒吧也正常啊，那怎么酒吧是为老年人开放的呀？那也不能经常去啊。是经常去吗？也不是经常去，无非就是周末的时候或者周五晚上，就因为不上班了嘛。为什么结婚之前可以去，结婚之后就不能去了呢？结婚之前我也说了点，但是不敢特别使劲说。那会儿还在追求，这是对闺蜜有变化，对吧？对，就因为我闺蜜这个事儿，后来有一次就是她接我下班回家路上嘛，我们俩就因为我闺蜜吵架，吵得挺严重，我们就直接在那个红绿灯底下直接就撞车了，特别巧合。她给我的解释是那个刹车踩在那个脚垫里面出不来了，她一点事儿没有。然后我是当时左胳膊肘跟我这个右脚脚背这儿直接就骨折了，后来打120嘛，我直接就被那个担架给抬走了。我躺在那，我就一直在哭嘛，特别心凉。我就想她一点事儿没有，到我这儿我就直接
接成这样就不能动了。他就一直跟我说啊，刹车卡在那个脚垫里面出不来了。那为什么平时不卡，非得就是在吵架的时候它卡在那儿啊？确实是当时垫2层脚垫，因为洗车缘故放多了2层脚垫卡那儿了。但是当时就是在红绿灯底下，离前面车就不到10米，哪有时间思考，哪有时间反应啊？你这小心思太多了。网上都报道过说，如果说你爱我情况下，你会在下意识保护我，结果你都没有保护我。不是，你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他爱你的话，他会打方向盘是吧？对，他会向他方向打方向盘，而不是说我出事儿。哦，当时我根本就没有时间思考，只能往车少的地方，就临时有那么一个想法，就往那儿打。他都有时间去思考哪边车多车少，就没有时间来保护我。看到了那边车多。我理解了，女生是看了很多分析说，如果一个人爱你的话，当出车祸的时候，他一定是把自己摔到了车的那一边，把你腾出来，是吧？是。这你想多了，这本能的问题真不好说。这个我觉得对此存疑，到底代不代表爱，我存疑。女生现在是2层，第一层是为什么那么巧就撞了，所以你怀疑是他故意的，对吧？我就怀疑他故意的，他给我的理由也特别牵强。那刹车垫为什么就非在吵架的时候卡进去？平时开车为什么不卡呀？我的天哪，这女生对这个男生已经这么深的芥蒂哈。还有别的吗？还有就是我们结婚度蜜月的时候嘛，就我们度蜜月跟拍婚纱照是一起进行的。我们当时去那个三亚嘛，去三亚之前我还特地做攻略了。我跟大家说，咱俩订个那个餐厅吧哈，那餐厅就是位置比较少，挺难订的，因为里面有晚会，和乐队唱歌挺好的。他说行，那咱订吧。后来当时我特地把那餐厅给定下来了，定下来完之后，我还再特地就给人家那个老板说啊，这是我跟我男朋友就过来度蜜月来的哈，想要精心布置一下。当时我还给人家交个定金。后来我们俩下飞机的时候，我跟他说咱俩去吧，他直接给我来一句我累了，我困了，咱不去了吧。当时我的火特别大，咱提前说不好吗？为什么非得现在你给我摆脸色啊？为什么不想去啊？主要确实那段时间也很忙，有很多事儿，然后急着忙慌，就跟赶场一样往那儿去了。确实下飞机的时候确实有点困，睁不开眼。我说要不就睡一会儿再去吃饭。那谁家饭店还为你一个人24小时营业呀？那个饭店到10点就已经闭餐了，餐厅布置那钱都白交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女生是想浪漫，没想到没浪漫成啊，这是婚前是吧？拍婚纱照的大点事。对，后来还有到第2天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拍婚纱照了嘛。来三亚嘛，肯定想拍外景嘛。化好妆之后，我的摄影师跟我说：“你去叫上你老公吧，他好像在那睡觉了。”我挺诧异，我说他过来睡什么觉了？中午他昨天睡了一晚上了，不够我们还要在那睡。我去看他，他倒好的打着呼噜的呼噜在那睡觉了。我推他，我说那个你快点吧。他过来就是什么呀？这么热的天，我是过来享受来的，不是过来受罪来的。还非要在那一直非要睡，就光为等他，就我跟摄影师化妆师什么等他等了3个多小时。拍没拍？都我拍了，拍的全都是夜景了，有啥意思呢？啊，那时候领结婚证了吗？当时还没有领。哦。为什么别人都能拍，为什么到你这儿你就拍不了了？40多度了，就在那儿，别说站1个小时在那儿拍照，你在那儿站10分钟，身上都爆皮了。我看你也有点晕，我说正好趁最热这会儿稍休息一会儿啊，这都不行了。行吧，这事儿不重要了，过吧。双方家长的关系怎么样？说到家长，我更生气。结婚之前来我们家就是特别的好，追我嘛，要送水果，就来我们家打扫卫生，帮了我父母摘个菜呀、洗个菜呀、刷个碗一类的。对呀，一直都这样啊。那结婚之后，后来来我家先生吃饭，跟大爷一样，往那儿一坐，翘个2腿儿。然后我父母在那儿做饭了，他就在那儿什么也不管也不问，玩手机在打游戏。叫你过来吃饭，你也不来，就拿个碗盛个饭，他也不去。后来有一次在我们家吃饭，他可能没有吃饱，我妈妈就问他：“你是不是没有吃饱？再给你盛个碗吧。”他好像就特别理所应当，给，就把碗直接给我妈了。他自己没有长手跟脚吗？为什么我妈就能给你客套一下？面前不就想让你给盛碗饭吗？啊，每天就是没个好脸，每天就那啥，给你个台阶，就想说让你给盛个饭，在一块看着好像挺和睦就完事了。当时是我是坐在你的里面，他还想让我去给他盛饭，每次他都是这样。你们这个婚后的日子过得还真是挺狼狈的呀，多大的事儿啊，都可以化解，为什么要扩大它呢？行，吃饭也成了问题了。跟你父母之间有矛盾吗？有矛盾，因为结婚之前我父母对他印象还挺好的，结婚之后就因为各种小事就对他就是印象也没有就是那么好了。什么事儿啊？我父亲因为肾结石住院了，他的好人也不露，电话也不打，我就特别生气。我那会儿不出差嘛，正好赶上我出差那段时间，出去2个多礼拜。
那你出差你应该打个电话，你电话也不打。咋不给你打电话了？我当时给你打电话，你不是说马上进手术室了？然后呢，医生说基本没什么事儿。肾结石我爸之前也得过，就用那个碎石机碎一下就好了，哪有那么大的事儿？那老人院不用住。那老人每个人跟身体情况都不一样的，毕竟上了岁数了。不是这后来你没给打个电话问候一下？我给他打电话了，我不能总不是给老丈人打电话了吗？他在医院时候我不能给病人打电话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输液，什么时候休息是吧？我给他打电话了，我也问了，我也没说不打电话。他打电话一共打了3分多钟，你不给我爸打，你给我打干嘛？我又不是病号。我给病号打，病号在这输液干啥了？我哪知道啊？那输液也不应该是2个手输液呀。那也不能给病号打呀，哪有那么难的呀？嗨，这就是借口嘛。我想做的事儿怎么都可以做嘛，这个就别强调了，小伙子。这基本做的礼貌性都差一点。是你长辈吗？给他打电话。是你长辈吗？是。那你别管大病小病，至少应该问候一下病人吧。你们出差2个多礼拜吗？期间有没有打过电话呀？我就给他打过电话，就打过一个，正好做手术就打过一个电话啊，做好了没事了。当时那会儿正好是我家亲戚也来看望我爸爸了，我们家亲戚还问我是不是跟他离婚了，因为就是有段时间没有见过他了嘛，因为也有我微信嘛，看我经常也不怎么发微信，也不像搞对象之前老恩恩爱爱了哈，就问我嘛，我当时心里特别委屈，然后我就说什么，我说没有，他刚刚走没有多长时间，他工作挺忙的，我只能骗我自己，其实根本就没有来过，还对我父母就是一直目无尊长。人家不是出差了吗？他出差回来也没有来过，后来我打电话问他，也不知道他在干嘛，他说我在忙，我也不知道他永远他在忙什么。你光说我了，就之前他在我父母家了，然后他在楼上坐那个沙发，感觉不是很舒服。那正好我爸也说想换回来，我就从网上我直接就说定了，差不多也就1万来块钱，不贵。当时他又拦着不让我弄，为啥呀？弄给谁弄难看了呀？我父亲他住院，我母亲身体也不好，当时我说给家里面拿个钱吧，他倒好说什么医院有医保啊，不能拿钱。既然去
问一下小弟弟啊，你怎么会接受姐弟恋呢？当时反正在一起感觉挺好的，然后就在一块儿。你的态度和你在婚姻以后表现出来的这个状态是一致的吗？差不太多。但是在婚姻之前，你可能伪装了一下。没有伪装。妻子会觉得结婚前后有很大的变化吗？变化特别大。结婚之后就感觉完完全就不是一个人，有时候就特别想跟他离了，一跟他说他就特别着急啊，离什么离，在一块考过不行吗？后来我说那你得有态度吧，他态度也没有。但是我觉得在你们的描述当中，这个小弟弟他在抗拒你所有的社会关系，抗拒你的闺蜜，抗拒你的父亲。我不知道在婚姻之前，你的这些关系是不是都对他和你的这份感情表示过不满意？没有，结婚之前还挺好的。小弟弟会觉得呢？没有特别反感他别的，就是他那个闺蜜嘛，然后别的没有啥。但是我觉得你有点在要存在感，你在他的闺蜜面前要你的存在感，你在他的父母面前再要你的存在感。其实姐弟恋当中特别容易碰到的就是我小，我就混不吝了，我就愿意把我这份不尊重所有人的态度给大家看，我让你们都不舒服。越是你的亲密关系，我越把我的不舒服摆给大家看，你的脸色摆在面前，就是让所有的人不舒服，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感。而你的妻子的反感就在于，每当她想和你商量一种关系的处理的时候，你跟她是南辕北辙，而这种南辕北辙到最后就会变成你们的所有的鸡毛蒜皮，所有的细节都是通通的不满意、不美好，到最后这段婚姻可能没有人坚持，但是你会觉得我舒服啦，我表达了我的立场和态度啊。你没有看到你的妻子在不断的远离你们的这份亲密。好，谢谢春薇老师。我先说女生啊，女生似乎今天诉求比较强烈一些啊，她好像无所谓的嘛，就这样嘛。你说这个男生他怎么婚前婚后变了那么多？他婚前为了追求我怎么都行，还讨好我的闺蜜，婚后就不让我和闺蜜相处了，他变了这么多。你呢？你因为他变，你做了什么？你仔细的想过吗？我听来刚才的几件大事件的梳理，一，固然他夜夜喝酒那么晚是不对的，但你关注的不是说，为什么你一个已婚男人要应酬到那么晚，老是喝醉酒？你关注的也不是说你拿头撞那个门撞那个锁，你受伤了我帮你擦点药。你关注的是说，你不要吵我。这得对这个人多么的不再有期待才会是这种反应，至少我们应该生气吧，你这个天天不回家。你关注是你只要不吵我睡觉就行。你说出车祸，是你们也争吵了，当时出了车祸。你刚才跟我们讲的是说，为什么我受伤了他一点事儿都没有？难道不应该是说我受伤了，我看看我老公是不是也受伤了，你有没有事儿啊？这才是爱呀！即便我们前一秒吵得天崩地裂，后一秒遇到车祸遇到灾难的时候，依然是彼此要关心对方的安危，这才是情感。所以当你发现他变的时候，你呢？你做了什么？你是努力付出了，还是用爱去滋养你们的关系了？我都没有看到。我看到的其实也是你内心更多的冷漠。我的感觉是你也不够爱他。男生其实你的问题很简单啊，你娶她的时候才23岁哦，你还是一个小男生啊，你为什么不能勇敢地说，这可能不是我想要的关系？其实你的桩桩件件对他的不在乎，对他的冷漠，多么的明显啊！你宁可搬到办公室去睡，也不愿意面对他去解决矛盾。他的父亲生病，你连看都不看一下，这简直就是再明显不过的不在乎了。你的不在乎源于我无能为力，我也改变不了她成为我喜欢的女生的样子，我自己也没有能力往前走一步让自己更强大，那我破罐破摔呗，你不爱我拉倒，我也不在乎，你不在乎我头撞破了，那拉倒，我也不回家住。可是你才25岁啊，干嘛要破罐破摔呢？这段婚姻关系如果不适合你们，为什么不止损？打破重建才能有新生。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，你去梳理清楚，不爱就是不爱，说出来。如果你还决定说一段婚姻不容易，那你要努力去爱他，你要努力作为，你要努力告别你现在不在乎麻木不仁的状态，对自己对对方都负责，好吗？就这样吧，谢谢。谢谢严老师啊。
没想明白就结婚嘛。结婚前女生抱的希望就是这男生结婚之后对我得更好，而你爱上他的原因也是因为他对你好嘛。追了你那么长时间，做了那么多让你感动的事儿，就想着哎呦，对我这么好的一个男生，我嫁给他我一定能过特别幸福特别幸福。你把婚姻当成了另一种幸福的开始，而他就想的是哎呀，终于不用再这么累了。他把婚姻当成结束那种讨好你，每天宠着你惯着你这样日子的一个结束。所以两个人对婚姻的期待都不同啊。而且我觉得男生一上来让我觉得很可怕的一点是，他有一种特别不屑和无所谓的表情。你们把结婚这件事想得太草率了。我觉得结婚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的标准，就是我们两个人是有共同话题的，而不是每天除了我爱你我想你就毫无其他的话可说。现在很多的情侣都是这样，每天两个人在一起大眼瞪小眼，各玩各的手机，说的最多的就是哎呀我爱你我想你，可是坐在一起毫无交流。然后就进入婚姻，进入婚姻之后，婚姻更是一潭死水，在面对生活当中种种的琐碎，这日子根本没办法过下去。所以你们两个人就想一个问题，现在把你们手机都没收，就让你们两个人静静地坐在沙发上，你们两个人聊什么？就是有时候也跟他聊，除了争吵，已经想不起来任何可以值得你们去回忆或者共同探讨的话题，那我觉得及时止损是可以考虑的。谢谢。人没选对，就什么都不对。所以呢，我来讲讲关于选择是什么，结婚怎么选和离婚怎么选。现在很多年轻人啊，总觉得我谈恋爱了，然后我要结婚了，是顺理成章的。其实不是的。从你谈恋爱到结婚中间有3次选择的机会。第一，这个人吸不吸引我，决定了我要不要选他谈恋爱。第2次叫亲密关系，我跟这个人能不能过日子，这时候选择我要不要和他在一块过。第3次叫我能不能跟他长久的过下去，这时候才选我要不要结婚。结果你是怎么样呢？我既然谈了恋爱，中间反正我被恋爱冲昏头脑，我一步一步都不选了，直接结婚。婚前怎么选？很简单，选男人啊，不是选他对你有多好多好都能装，最重要的是选素养。一个男人素养好不好，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因为这一点决定未来对你的家庭怎么样。一样的，选女人选什么？选好看吗？选情绪，选一个女人情绪的管理能力。这个女人的情绪她能不能自己舒缓，和你之间能不能把两个人的情绪给管理好。如果不行，你们两个人一碰到一块就点火，选不到一块。那么已经结婚了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看了，离婚也不是瞎离的，离婚也有3次选择。哪3次选择？首先你们遇到问题，觉得哎呀你这个事儿做不对，你那个事儿做不对，这个时候我们带来的叫什么？叫不满。这个时候选择什么？选择眼前这一件事情的不满，我要不要把它解决掉？你们两个人都没有把它解决掉，你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情绪的雪球，越滚越大。第2次选择就叫什么？叫不爱。不爱是什么？当这个情绪的雪球滚那么大了，我们发现问题了，这个时候我要不要把这个雪球给拆掉？还是没有。这个时候就进入第3次选择了，就是过不下去了，要离婚了。这个时候怎么选啊？我们之间还有没有信任？你们的信任危机已经开始了，他刚才都在怀疑你开车故意伤害他。你不要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女人发脾气的小事，这就说明你们的信任在崩塌了。这个时候就真的是到了该离婚的时候，但是你们信任没有完全崩塌。所以你们现在唯一要考虑的根本不是爱不爱的问题，还是我要不要再信任对方一次。待会儿真情60秒的时候，你们要聊聊这个事情。就这样，谢谢。
婚姻生活实际是情感生活的开端，但是很多人一结婚之后，这个情感就割断了。你们俩特别典型，你们结了婚之后，没有人维护情感了，我们听到的更多的是指责。我特别希望你们能够坦诚地面对一个问题：你现在基本了解到了这个男人吗？还能跟这么一个男人一点都不改的再过30年吗？这个女人也就这样了，还有愿望跟他过30年吗？你们静下来想想吧，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其实我感觉咱们俩在一块儿还是甭管再怎么着，内心还是珍惜对方的。我觉得你说了这些种种小问题，其实我们还是缺乏沟通。正好上这次节目也都冷静冷静，有这个机会能把心里话说出来，我觉得事情还是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如果你说的话能做到，我会考虑就咱俩继续还在一起。如果你以后生活还是这样，我真的感觉咱俩没必要在一起了就。好，现在你们的心情就是纠结嘛，又想离又不想离嘛。你自己到门背后想一个占比，60%是要离婚的，你就别出来了。为什么别出来了呢？就是给对方一个提醒，因为毕竟是一个节目，结婚离婚这个事儿太大了，下去还得再仔细的交流，在这儿只是有一个更清晰的表态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，谢谢你们。这对夫妻会作何决定呢？请开门。以前我们两个在一起挺好的，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他就变成了一个撒谎精。他处处管我，事事管着我，让我觉得不能呼吸。为了避免吵架，我才总是和他说谎。很多事情我都是为了他好，可他不但不领情，现在还要和我保持距离。他在生活里觉得自己什么都是对的，难道我就不能自己选择怎么样生活吗？有请这对嘉宾，有请。男嘉宾小程，22岁，来自甘肃学生；女嘉宾小包，22岁，来自黑龙江，公司职员。欢迎两位哈！哎，跟一个高个女生谈恋爱什么感觉？有时候挺难受，有时候挺高兴，一感觉。什么时候难受，什么时候高兴呢？就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。拍照啊啥的，你不用担心别人会挡到他的镜头，你总能拍到他的脸啊。不高兴的地方就是说他比我高，就比如说现在他就比我高，他比你高啊。对，我看那个小片有一个体会，就是男生是带着疑问来的，就是他为什么骗你？是啊，女生大概也有一个想法是吧？对，我没有觉得我在骗他，我觉得是他有问题。对对对，为什么双方会有这么大的这个差距呢？你看资料上面说。你是甘肃的是吧？对对对。现在你在哪儿读书啊？我现在在西安读书。你是黑龙江人，公司职员，是在西安工作吗？对，然后我们两个都是在西安上大学。你是学姐喽？我不是，我俩同级的，他读研了，然后我选择工作了。哦，大学谈了几年啊？谈了2年。你怎么会觉得这姑娘骗你？我们俩一开始都挺好的，因为她性格也比较好啊，然后平常对人也比较温柔，反正长得还蛮好看吧。但是后来我就发现他在各个方面都能骗我，我觉得这个我就忍受不了。但是我真的没有觉得我在骗他。你意识不到，所以才可怕呀。他经常出去做一些兼职，
然后每次跟我说赚钱可能赚个100-200块钱，哎，结果有一次我俩一块上课，书里面掉出来一小票，小票上写着消费了几千块钱的美容卡。可是我当时跟你解释了呀。你跟我咋解释的？你跟我说那是你闺蜜买的，那是你闺蜜买的吗？最后我承认了呀，那个小票是我的呀，是我消费的呀。在我反复追问你的情况下，你才告诉我那张票是你自己买的，不是你闺蜜的，对吗？不是我自己兼职赚的钱，我自己分配，我自己买一张美容卡，怎么了呀？那这怎么就成骗你了呀？你没有告诉我啊，这就是在骗人啊！你还好意思说？哎，我为什么不告诉你啊？我跟你说，主持人他这个人啊，他特别虚荣。我刚开始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赚了多少钱，我都老老实实的跟他说，我觉得这没啥嘛。他可好，他只要一知道我兼职，哎，赚了点钱，就带我去商场，让我买那些牌子的他认为好看的衣服。有一次嘛，他就带我去商场买衣服，非要让我买一件短袖，3000多块钱，我觉得都是学生，没有必要呀。他就说我穿的几十块钱的衣服都是垃圾，丑死了。哎，当时你买那件衣服的时候，我觉得挺好看的吧，店员也觉得挺好看的吧。其次，你说去美容院那个，你用得着美容吗？就我觉得你要真想美容，你晚上早点睡，不比这好。你看，我跟他说了我要去美容，他就说让我早点睡，他根本从来不听我的话。你也没有听见我的话呀。就有一次啊，他跟我说他要去机场看明星去。对啊，我觉得正常人去机场接机咋了呀？看个明星，他说我没有素质。那机场是你们追星的地方吗？机场是大家运输的地方，你们一群人乌泱泱扎在那儿，那堵得明星水泄不通的。明星希望你们这样吗？人家可能更希望你们买演唱会的票去现场看人家演唱会，那才叫支持他。你堵在那儿，那就是没素质啊！你看，在他眼里，接机就是没素质。我必须花了钱，哎，我买了票，我把这钱花出去，我就是有素质了。你打车过去是不是也要钱？演唱会不比那高多少？你又不是没有钱。你看他就是这样，他总觉得我有钱就一定要花，他虚荣心特别强。我每次跟他出去约会嘛，他都必须要求我化妆，然后穿裙子、穿高跟鞋，就让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不是挺好吗？不好，在学校嘛，那随便出去买个东西吃个饭，我嫌舒服嘛，我穿个 T 恤穿个短裤，可能穿个拖鞋我就出去了，他就转身就走，他说他嫌我邋遢。不只是这样吧，第一次的时候我不会转身就走啊，你那是很多次了呀，咱俩出去玩你也穿着那样，那你以后到了社会上你也天天穿着那样，你觉得对别人尊重吗？行。男生对女生管的是不是还挺严？他管得特别严。我跟他在一起之后，我跟所有人聊天记录就是异性的，他都要从头看到尾，他看不顺眼的全让我删了。我有一次有一个活动联系人，他看了聊天记录就说这个人图谋不轨，必须让我删了。他这个活动负责人，我就觉得看头像就不是什么正经人。但是你看了我们两个聊天记录，你从头看到尾，除了工作上的事儿，我俩没有别的呀。是啊，你给我看的时候是咱俩那事儿已经吵了1-2天了，你才给我看的是吗？那你为啥不当场给我看？当场给我看也没那么多事儿。不是他的生活为什么要给你看呢？不是啊，那个人他去兼职是他自己的自由权利啊。我觉得谈恋爱的话，两个人生活是要互相分享的呀。我分享给你了，我有一个这个中间人，你告诉我你觉得这个人不是特别靠谱 ，OK， 我知道了。至于怎么做是我自己的权利啊。当然是你自己的权利。对啊，但是我会给那你凭什么删啊？我给他提建议，我说这个人不像好人。你那是提建议吗？你是必须要求我删，我不删你就一直跟我吵，没完没了。那你删了之后，你最后彻底把他删了吗？他专门申请了一个小号，专门跟这些人聊天。那你说我看到这个小号之后，我怎么想啊？那我申请小号，我没有办法了呀。那我要接那个工作，我跟人家签了呀，我说长期合作呀。那我让你删人，他不是最终的目的啊，最终目的是不要让你和这些人联系。不是你有什么权利不让人跟这些人联系啊？我是没有这个权利，但是我觉得我们俩可以商量，可以建议。你看他就是这样，上次在理发店也是，看见我跟人家聊了几句，啊，他就上来说你俩聊那么热乎干嘛呀？还跟那理发师说你少招惹我女朋友。整个理发店的人都在看我们。你和那小哥一直在聊天，怎么就一直聊了？能聊了几句啊？我坐在那儿，除了放的那背景音乐，就是你俩聊天的声音。不是怎么了呢？我会怎么想？就我觉得我是她男朋友啊，她和另一个男生在那样聊天。不是他们聊的什么呀？他聊的就是什么？你咋这么久没来了？这不是很正常吗？对啊，就很正常呀。不怎么了呢？就是我觉得很不舒服。不是，我觉得你特别逗。我们去理发店，我们都有这个经历，对吧？对啊。我没法跟你聊，因为他那站着一个人给他剪头发，他只能跟他交流，怎么跟我交流呢？那是从头到尾的交流。别人理发可能说你今天想剪个什么样的头发？然后就开始剪了。我的天哪！你怎么这么久没来？好吧，我理解这个小哥了。他就是管我跟陌生人就算了，他还管我跟我闺蜜的交往。我跟我闺蜜都10几年了呀。
他不让我跟人家继续玩了。这是为什么？就是有一次嘛，我带他去跟我闺蜜吃饭，他看见了我闺蜜抽烟，他就说抽烟都不是好人，不让我再跟我闺蜜玩了。我觉得抽烟不一定他是个坏人，但是我不是很喜欢抽烟的人，我不希望你变成那样。不是你不喜欢抽烟的人，你为什么要限制我身边有没有抽烟的呀？不是，哎，你那个闺蜜，你偷偷背着我出去，和人家聊一下午天也不接电话。我跟我闺蜜下午出去玩，我跟你说了呀，你干嘛要一下午一直给我打电话呀？同样，我们都明白一个道理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你也明白吧？大家都听过吧？不是谁是猪谁是墨，不是谁来界定谁是猪，谁来决定谁是墨。就我觉得这个不是分一个好坏的事儿，这个就是我不希望你变成那样。还有我舍友那次更过分，你知道他有多粘人吗？平时我在那个学校嘛，我去洗澡，他每一次要在我宿舍楼下等着我，洗完澡之后再把我送到宿舍楼下，看着我上楼。我有一次呢，就跟他说我今天跟我舍友一起去了，我不跟你一起去了。他就急了，就气冲冲的冲到我宿舍楼下，当着我和我舍友的面就说，你要那么喜欢跟你舍友在一起，你跟我谈恋爱干嘛呀？我觉得他不可理喻。是啊，明明咱们俩约好的事儿，你提前一步跟我说，我当时还以为我做错什么事儿了，我冲到你们宿舍楼底下，结果你开开心心的和人家下来了，那你觉得我心里怎么想？不是你一个大男人就这么一丁点的小事儿，我跟我舍友去洗个澡，你都不行了，就炸起来了。当时我就是很气愤，明明咱俩说好的事儿，然后你这样临时变更。他真的，你看他一直喋喋不休，喋喋不休的。兄弟，我觉得是不是在你的这个生活规范里，你觉得你都是对，他都是错的，是吗？当然不是说对的错的。你当然觉得我希望我们俩能走得更远，所以我觉得更加贴合，我们俩互相。那是谁贴合谁呢？当然我在贴合他。你哪有贴合我？你有承认过你错吗？你有觉得你自己错了吗？啊！你知道他特别有意思，有一次我跟他去吃海鲜嘛。我第二天眼睛就肿了，我就跟他说好像海鲜过敏了，他就说那不是过敏，是麦粒肿，然后他就拿出手机在那跟我百度，说你看你这就不是过敏，就是麦粒肿，然后呢非得逼我跟他说对不起，我就想有必要吗？为什么非得让我说对不起啊？我不说就不行，从吃饭开始一直磨叽到我回宿舍。我回到宿舍之后上了楼，我就喘了一口大气，我耳朵都快出茧子了，被他叨叨的。结果证明你是不是麦粒肿？我是麦粒肿，但是你有必要吗？首先你要尊重自己的身体，对吧？如果那是过敏的话，我陪你一起去医院，我们做一个过敏原的检查。以后这些过敏原检查至于吗？那你连自己的身体都不爱惜，你能爱惜到别人吗？我真的是服了。我跟他在一起，我有一次约会，我下来可能就晚了那么3、4分钟，他可不得了了，一直在教育我说我没有素质，没有教养，说我这样的人出了社会什么都做不了。你磨叽得有多长时间？半个小时得有了吧？他还把那手机备忘录打开，上面清清楚楚的记录着我从跟他在一起到现在哪一次迟到，什么时候迟到，迟到了几分钟。这个备忘录我们也有，给我们分享了，你们看一下啊。就这个备忘录，你自己看看。请你自己看看这个备忘录。我开始记的时候，已经我俩在一块儿差不多有一段时间了。他之前就经常迟到。然后我为了让他记住，他每次迟到之后，我都问他，你上次是不是保证过不再迟到？然后他都说没有呀，没有保证过呀。那我这样，我说我记下来，我记下来以后，每一次如果你再反悔，我拉出来给你看。我就希望你下一次不要再迟到，你自己看看。从3月份开始到4月份，你迟到了多少次？我们俩每出来一次，你就必须要迟到，你就不能早来吗？我感觉我跟你谈恋爱就没有在谈恋爱，你一点都不像我男朋友。那我觉得人就像我老师、班主任一样，什么时候都在教育我。那次咱俩在补课班上课的时候也是，我就小声问了你一句话，我说几点了？咱们还有多长时间下课？你呢，那么大声训斥我说你不学习还有别人要学习，能不能不要打扰别人啊？哎，我是你女朋友吗？你把我当你女朋友吗？大家报那个补课班都是去那儿学习的。你在说那句话之前，你说好饿呀什么的，前面已经有人转过头来看我们俩了。我当时没有提醒你，我觉得你说完应该就完了。然后你还一直喋喋不休的在那说，你弄得我尴不尴尬呀？而且说起这个补课班，我俩上的是为了考研，结果你呢，第1轮考试下来，咱俩都过了吧？第2轮我录取通知书都到了，你的录取通知书呢？我面试没有去啊，我跟你说了呀。是啊，你是什么时候给我说的？你一开始给我说。姑娘，你为什么面试不去？我一开始考研的时候，我俩准备考研嘛。我就根本不想考研，我觉得我不适合读研，我想工作。我就给他说了，他不同意。他那时候非得逼着我跟他一起考外地的研。我说我不太想考研嘛，那咱俩就都退一步，折中一下，咱俩都考本校。然后这才同意了，那我俩就考了嘛。
然后当时第1轮考试我俩都通过了，但是就是今年2月份的时候，我恰好接到了一个我特别想要的一个工作，然后呢我就签了，我没敢跟他说，因为我跟他说他肯定不能让我签呀，那这是我的前途呀。然后他知道了可就不得了了，就一直在说。是啊，咱俩考研是咱俩共同的决定，咱俩一块说好了吧？对不起，我爽约了，怎么着吧？就我觉得不是说怎么着吧，你拿自己的前途，我为我们两个人在规划，从考研到现在，每天都在这样吵架，因为这种小事儿吵几个小时，我真的受不了。哎，你们俩提过分手吗？提过。谁提的？我有提过，他也有提过。为什么没分呢，姑娘？他这个人对我有的时候又很细心，他是那种把我惹急了之后，他又会跟我讲道理。这才叫可怕呢。你觉得你是爱这个姑娘，还是想控制这姑娘？我觉得我在为我们未来做打算，我觉得我们俩可以一起走下去。往哪儿走啊？你知道对这姑娘来说很重要的职业是什么吗？工作是什么吗？我不知道啊。你不知道，你凭什么要跟人走一辈子走下去啊？我觉得至少在研。你问过他吗？他这次为什么不去做研的面试？为什么呀？他就说他一直想去工作嘛。对呀，人就想工作，怎么了？可以吗？那你可以之前提前告诉我。我之后我想明白了，我还不能后悔了。那这就是契约精神啊，我觉得。什么契约精神？就是跟谁的契约精神？我们俩已经说好了一起考本地的研了。所以他必须要考是吗？他有权利考不上吗？他有权利失去契约精神吗？他有没有这个权利？我问你，他就是这么一个人，对不对？是。那请你放过他。这有点欺负人，你知道吗？没有这么控制一个女孩的。如果你这么谈恋爱，兄弟会出问题的。来，你听听老师们怎么说。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从这个我自己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呢，如果他是我的亲人的话，我就劝他赶紧离开。是啊，我觉得真还谈不上爱哦。我觉得男生其实。男生一直在谈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女生没有素质、没有涵养、没有教养。
那我真的想跟你掰扯一下，什么叫素质，什么叫涵养，什么叫教养。我觉得这3点，他们有一个基本的、共同的一点，就是要尊重别人，不要道德绑架。你完全不尊重他，不能完全按照你的意志为转移来听你指挥吧。然后女生，你知道有很多女性，她们走不出这种困境的最大原因是什么吗？就是当她们受伤之后，这个男性他会立刻再给一颗甜枣，就是打一棒子给一个甜枣，打一棒子给一个甜枣。他的好不是良药，它不能掩盖住你心中的伤口。所以我觉得，当你确定了你不要什么东西的时候，就一定不要再为这个不要的东西而找理由或借口去开脱。我不贪恋那一颗甜枣，你也别给我那一棒子。所以，未来怎么走，完全看你，放过自己。好，谢谢。男生，我相信你是爱他的，但你输给了你内心的狭隘。姑娘也是啊，那么好看、那么漂亮一个姑娘，你是那么的缺爱，你是那么的卑微。你们没有吵架，你们从来没有吵过架，这是反抗，这不是吵架，因为他一直在蛮不讲理的剥夺的你的是什么东西？是你天然的权利，你剥夺他自由权，你剥夺他追求幸福的权利。这个时候姑娘说为什么我不分手？因为我觉得他对我好，一手大棒一手胡萝卜，你懂吗？你说我看到他有那一手胡萝卜，所以他对我好，那你忘了他那一手大棒吗？我觉得你们现在反而应该异地一下。我不是说立刻分手或怎么样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姑娘分不了手，所以我给你们一个缓解性的建议，就是你们最好异地一下，让这个男生试一下，看看能否在这种狭隘的爱情中能不能脱离出来。姑娘，你试一下，你能不能不要再把一段爱情当成救命稻草了？不管你们的人生之中，你们的原生家庭给你们造成什么样的伤害，或者你们的人生中的经历造成什么样的伤害，记住，爱人不是来给你们当牺牲品的。就这样，谢谢。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，在恋爱当中有一些基本原则和底线全面被突破。财务，这是底线，没有权利去管。手机，他允许你看，其实你都不该看，那是他的私人空间。择友，即使是夫妻，夫妻之间都有择友的权利。你所有的原则性的东西，你全部违背，最后你说他是错的，我真听不下去。这不是一个健康的恋爱关系。你能放手吗？可以。真的可以吗？可以。怎么这么干脆啊？你让我都有点害怕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觉得老师们讲的都很对。听了建议之后，我觉得确实我也需要一段时间去调整我的状态。啊，真的可以哈。啊，可以。既然有这表态，挺好的。那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了，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今天咱们2个来到这个节目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真的有问题。你不是永远都是对的，你也有错的时候。我希望你能意识到这个问题。我今天听老师们说了这么多，我也知道了大概，可能我没有发觉，潜移默化中对你造成了伤害。很多地方我做的确实是不太对。我觉得我们俩都借着这个机会，彼此冷静认真的去重新考虑一下这段关系，可能对我们彼此来说是最好的选择。好，那我也要好好考虑一下。谢谢老妹，请回吧。好，谢谢您。谢谢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我们节目的唯一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，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来电报名，不收取任何费用，小心被骗。来看看这一对作何选择，请开门。哎呀，希望现实生活里真的可以不再纠缠，不再纠结。
好了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请拿出手机，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下载京云 APP，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。接下来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，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剂。有网友提问说，前几天呢，我父亲出了点事儿，就叫我老公来接我爸的生意。我老公来了，可是因为婆婆病的原因，做了几天就走了。我家里人很生气，叫我不要再理他，跟他分开。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跟着他走，家里人会生气；不跟着他走，孩子就没有一个完整的家。一个如果只顾你的家族生意，而不顾自己亲妈身体的丈夫，你敢要吗？这件事换作是你，一边是家族生意，一边是自己的亲妈，你要怎么选呢？再一次的谢谢我们4位老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，也要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